男嘉宾小新26岁，来自山东，是一名员工；女嘉宾小张24岁，同样来自山东，是一名学生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怎么了？我是来跟他分手的。哦。我们是通过网络认识的，然后现在确定关系有1年了。他老是逼迫我做一些我不愿意做的事情。我逼迫你什么了？现在不是封建社会，男女都自由恋爱，怎么能说成我逼迫呢？对，那能分手吗？我从来没想过跟他分手。那人家想分手啊？分手是2个人的事情，没有经过我同意啊。哦，还得经过你同意。对啊，他说合就合，说分就分。哦，那自由恋爱是怎么个意思呢？那自由恋爱就是在他的这个印象中，现在我对他已经是一种压迫了。啊，对。那自由恋爱，就是他觉得你压迫他了，他就应该走，对吧？那我现在我还是很在乎他呀。我们只是沟通上的问题啊。好，并没有什么大问题。男生会说我很在乎你，我不想离开你；女生可能会觉得这个爱给我的压力太多了，对不对？咱慢慢来好吗？不着急。确定关系1年多是吧？对。怎么认识的呀？我们是通过微信认识的。大1的时候，我刚和前男友分手，然后他一直在网上安慰我，然后我觉得这个男生不错，像大哥哥一样。啊。然后我们就是认识了1年多之后，他来青岛找我，然后我们俩觉得挺好的，我也挺喜欢他的，然后我们就确定了关系啊。然后他又回到了北京。2个月之后。他突然从北京飞到青岛，说我放弃了北京的一切，要跟我在一起。我当时完全是惊吓的，我想我们才认识2个月，你为我放弃这么多？不是，你们不是聊了1年了吗？对啊，但是确定关系2个月呀。我觉得我们进展太快了。我问问小伙子，你在北京做什么呀？做物流。在北京待了多久啊？待了有14年嘛，就是从小是跟父母来北京，在北京长大上的学嘛。然后就为了这姑娘，你去了青岛了。是，他总是说他为我付出这么多，难道你为我付出这么多，我就要以身相许吗？我觉得对我不公平。他总是强迫我做一些我不愿意做的事情。比如说他让我见我爸妈，我觉得不可能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在上学。他要见你父母。对。你不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我还是学生，见爸妈我觉得不是时候，咱们时机没有到。但是我觉得见你爸妈是有必要的，以此来证明我对你的真心啊。我觉得没必要，而且我现在已经跟他提出分手了。他还是打电话发信息骚扰我，去我学校。就是你什么时候发现这段情感不合适了，姑娘？别着急啊，慢慢说。我们就认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是跑到我宿舍楼下贴大告示，你知道吗？这又怎么了？这贴什么告示啊？因为我们现在大3，然后要去实习。那天我就在单位里，就突然接到他电话，他说要去学校找我。我当时真的没时间。我就说你改天吧，结果他就是当场就指责我说你是不是在和别的男人约会？我当时就气爆了，你怎么这么说我？然后怎么贴什么告示啊？然后晚上回到宿舍的时候，我就发现好多同学都围在那里看什么东西似的，我也过去看了一眼，我这一看不要紧，你都写了些什么呀？上面说的都是事实，没有任何误造。他写的什么？他写的他怎么从北京到青岛，怎么为对我好，我怎么对不起他？我当时很丢人，这么多同学看着呢，你让我怎么做人呀？而且这件事在校园已经传开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你干的？我承认，是我做的有点不对，我不是跟你道歉了吗？道歉有用吗？我那几天心情很不好，一直在纠结咱们这些事情，你老是回避我，所以我喝了点酒，你从来不考虑我的感受。你们是为什么就不好了呢？因为我跟他在一起一段时间之后，他总是说他为我付出多少，整天挂在嘴边。你为我付出这么多，是你自己愿意的，又不是我逼你的。我不安心。不是你为什么不踏实不安心？你跟我说。我就感觉就是他，总是有点敷衍我吧。比如说有时给他打电话他都不接，而且发短信他也不回。甚至有时候他把我微信都拉黑了。而且有一次吧，我就去散步嘛，然后去海边，我心情不好。之前我是给他打个电话，我说让他出来吃饭，他说跟同学聚会，结果正巧被我撞见，他跟一个男的在海边有说有笑的。当时我就觉得他们是男女朋友。
我觉得很正常。我是和同学吃完饭，聚完餐去海边溜达，怎么了？那你那么多同学，你偏偏就跟他一个人，而且还是那么晚。我们关系最好，我觉得没必要给你解释什么。你当着我的面上去就骂人家，你想过我感受吗？哦，就是因为这个你要跟他分手？他做的这事不止这一件。还有别的吗？而且他很幼稚，根本就不考虑我的感受，想做什么做什么。有一次，他拿了一件情侣衫到我学校来，说要和我一起穿上，然后手牵手逛校园。这样要求很无理，很无奈。这没什么呀，这谈恋爱对啊，别的男女朋友可以这样，为什么我就不可以这样？你说让我当着这么多同学面亲你，然后发到朋友圈里说和最爱的人逛校园，我就是做不来这种事儿。我不喜欢发朋友圈秀恩爱。我现在终于明白了，你压根就不想让别人知道咱们这层关系。我觉得我们太快了，而且2个月你就要为我放弃你的一切，我觉得你做事太鲁莽，而且你也不考虑过我的感受。这女生害怕承担不起是吧？对，我觉得我们没有信心。那你觉得咱们一直网恋下去，会长久吗？男生，我想问一个问题啊，你一直在追她是吧？啊，对。辛苦吗？我觉得挺辛苦的。辛苦就放手吧。不想放手，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谈恋爱嘛。初恋啊？对。而且我感觉现在已经把感情全都给他了。哦，你会看他手机什么的吗？啊，会。我每次看他手机的时候，我确实发现一些问题了。什么问题？发现他就是总是在第一时间把那些信息全都给删除，而且不留任何痕迹。那这叫什么？我觉得也不正常这样啊。还有别的吗？有一次我发现他申请了一个陌陌号，加了几个群。我进去一看，他在里面跟一些男的聊得特别火热，经常约喝酒、约吃饭。我当时我就气炸了。我跟他解释过了，那不是我本人，是我同学用我号申请的。我一遍一遍给你说，你有相信过我吗？他总是这样小题大做的。我真的每天跟他在一起，感觉就要被你逼疯似的。你老是说我玩弄你感情，其实并没有。刚开始我觉得你人真挺好的。是吗？对，他经常说我玩弄他感情，其实并没有的。刚开始我觉得你挺不错，想和你继续走下去。可是后来呢？你看你对我做的那些事情，他不停的打电话、发信息骚扰我，我觉得我整个精神都要崩溃似的。而且他还去学校找我堵我，我是个学生，我为什么要承受这么多的事情？你是觉得付出很多，所以不舍得，对吗？好了，这个其实挺麻烦的。一段恋情走到这个阶段的时候，可能外人看的已经很清楚了。谁是谁非大概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如何不让一段情感伤害到曾经相爱的那2个人。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男生，我送你4个字，你是为爱痴狂。你放下一切，因为初恋，你那种为爱痴狂，其实很多女生会感动。如果她真的爱你，你到青岛，他会说哇，这是惊喜，不够爱你就是惊吓。拿了一件情侣衫，够爱你就是美好，不够爱你就是尴尬。对不起，我大胆预测你旧情难忘。其实当你分手，我觉得他陪你度过最难熬的时间。你知道一个女生在空窗期，有人伸出援手，她会特别温暖。其实你的旧伤还没有痊愈，可是他又这么的积极，所以你就接受他。事实上你根本没有准备好要进入下一场恋爱。我直接再讲白一点好了，你没有那么喜欢他了，你非常喜欢他，但是女生没有那么喜欢你。我现在有一种感觉好像他就是拿我疗伤。现在他伤好了就。那如果他是拿你疗伤，你要怎么做？我现在还不能忘掉他。男生啊，如果你想赢得他的心，你现在的做法正是把他逼走，因为他所有不喜欢的事你都做了。女生啊，我问你一句实话，你喜欢他吗？你真的很喜欢他吗？刚开始对他是的感动而喜欢他。感动有心动吗？感动跟心动2回事。
感动就是你对我那么好啊，我就接受，反正我需要办。心动是你就是我的菜，你是感动还是心动？感动。OK， 答案出来了。谢谢你陪伴他，可是他对你没有心动。男生啊，很难过，对不对？能接受吗？我这样讲，你的澎湃的热情，应该给一个对你心动的女生。你为她飞到青岛，她会哭的，她恨不得跟你穿情侣装的，她恨不得昭告天下你们在一起的。可是她没有这种感觉，她对你没有心动。刚开始他找我，我确实挺感动的，我不愿意伤他的心，我觉得我们俩可以继续走下去。可是他后来对我做的那件事，我是真的不能忍受。好，我现在再问一件事情：如果他不做这件事，非常温和、有礼貌的，或者呵护你，你会继续跟他走下去吗？我不知道。他不知道，这就是最真实的答案。小新，对你听起来可能会是残酷的，可是我想告诉你，爱情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有甜有苦的。你说这是你第一次谈恋爱，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其实都谈过也许不止一次恋爱，所以我想告诉你，其实爱情不是一种这辈子只能谈一次的过程。有时候我们必须重复的跌倒再站起来，我们才会成长跟学习。爱情没有办法用我付出多少你付出多少来进行计算，不能说你接纳了我，现在又把我当成是疗伤的一个道具，所以你得要把我的爱情还给我，把我的心还给我，把我付出的东西还给我。当一个人这样说的时候，其实那已经不是爱了，那是讨债，对吧？第一次谈恋爱，咱们也可以有第一次谈恋爱的态度跟骨气。我常觉得，有的时候转身姿态漂亮，下一次开始才更美丽。你可以说我好亏啊，我为了你付出一切，但是你却不够爱我。为什么我第一次恋爱就这么倒霉呢？换个角度想，凡事都有停损点，此刻看清楚，不要继续投入，有的时候反而是赚到。早一点认清楚现实，早一点开始寻找下一个春天，有时候反而是一种幸运。而你的第一次恋爱，你觉得说，哦，好倒霉啊，怎么会遇到一个把我当成疗伤道具的女人呢？为什么不说，我第一次恋爱就可以帮助一个女孩度过她人生最痛苦的时候？我第一次恋爱就学会了什么是付出，而不是硬要回报。如果我们可以在第一次初恋就学到爱的风骨跟姿态，我觉得你会变成一个越来越成熟的好男人。但如果你第一次恋爱只学会了死缠烂打，不肯认输，不甘愿，不肯走，那么会留下的反而会是以后更加黑暗的回忆，跟你自己有一天长大了都觉得，哎呀，那时候的我真不称头。咱有点骨气，恋爱下一次会更好的。祝福。好，谢谢乃先生。最初的时候呢，一切都是很美好的。你为他送温暖，他报以真情。翻了脸之后，他说你蓄谋已久，你说他利用感情。这怎么说翻脸就翻脸？我觉得你们俩都有点自私啊。你听听你们说的这些话，男生最初确实对你不错的，但是你看你现在把他说成什么样？而男生任何事情是不可以强迫的。你自己也说的是自由恋爱，但是你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体现不出自由。我一直以来我就特别反对那句话，结束上一段恋情的痛苦最好的方式是立刻开始下一段恋情。说难听一点，但凡是碰见这样的爱情，就是一个刚刚结束，另外一个马上跟他开始。其实在恋情发展的初衷，多多少少都有一点自私
和极大的问题。你明明知道自己还没有康复，还没有爱的勇气，也明明知道对方的意图，但是你为了那一时的寂寞，你接受了。而另外一个明明知道对方是在受伤期间，你趁虚而入，然后以暖男为名切入进去。但我认为真正的送温暖只是关切，并不要求以恋情来回报，这是真正的关切。但是男生现在的话完全不一样，你在利用我的感情。我当初关心你，我付出了一切，现在你要甩我，那我是不是可以反问一句，当初你在关心他的时候就是有所图的，你在最初的时候有点利用他，是不是事实？因为你太寂寞。而你在最开始关心他的时候，你也是有目的的，没有那么单纯。所以既然大家都半斤八两，那就扯平了嘛，好聚好散。所以我还是把原来那句话重复给大家，如果有某一个人从上一段恋情当中刚刚还没有完全走出来，还正受着伤，如果有另外一个人来接近你的时候，请你对他说，我不会随机应变，你也不要趁人之危。我认为这才是对自己真正的尊重，也是对别人的尊重。就这样。失败是一个人必须接受的。如果一个人不能接受失败的话，他这一辈子大概永远不会成功。但是我现在心里有点不甘心嘛，自己想不明白吧。那就学会想明白，别较劲了，别不甘心了，放人家走吧，该干嘛干嘛去。他毕业，他去做他的工作。我心里很不舒服。男生看着我，你要跟他讲一句谢谢你曾经爱过我照顾我，你跟他讲一句我祝福你，希望你找到真爱，转身漂亮有气度。这节目播出以后 OK 的。我觉得郭伦老师说的特别对，走得漂亮还有好多呢。这么痴情的男人也有女人喜欢哦。姑娘，早发现不合适早说。你可以告诉他，你说我不喜欢你，我被这件事情吓到了，我觉得我们俩还没有到可以穿情侣衫的份儿上。你早告诉他不就完了吗？不喜欢就是不喜欢，喜欢就是喜欢，记住了啊。来，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其实我觉得咱们俩并不合适，你对我好我知道，但是我觉得那是一种对我来说是一种负担。我喜欢自由的，你应该知道，我这人比较慢热，而且跟你在一起你给不了我自由。我觉得跟你在一起每一天都是窒息的。我觉得你应该有属于你自己的好女孩，求求你放开我吧。那我现在只能说一句对不起，祝你幸福。好，请亮灯，请亮灯。哎，你终于学聪明了，我跟你说，是吧？我为你点赞，就是祝人幸福是吧？两位请回吧，祝你们幸福，请回。哎，来，请关门。男生还想着说千里迢迢来爱你，我希望的是一个从一而终的结果，哪里知道女生说你压根儿就不是我的菜。我想如果男生真的像他说的那样祝别人幸福，能开开心心的走开也不错。但是这个舞台上上演过很多幕，是什么幕呢？在这儿说的就是咬牙切齿的，我祝你幸福，我祝你幸福。啪一开门他出来了，他说我实在是管不住我自己，我还是想着他。这个男生会不会这样呢？哎，祝他们都幸福了。门里是空的，说明他们已经幸福了，因为摆脱了一个自己不爱的人，同时也摆脱了一个自己好像很爱但是又不爱自己的人，对他们来说是多大的幸福哈！